这一条被称为东南亚最腐败的边境线，光是在口岸办手续就耗费了我整整1个半小时，被官员轮流盘问、轮流拍照留档，搞到最后连我自己都快怀疑我是否目的不纯了。难怪常规的游客是绝对不会从这里走的。不过这里本来也不是什么常规的旅游口岸了，它是中国和柬埔寨陆路货运的必经之地。中国的货物从昆明上了中老铁路，直奔它的终点站老挝的首都万象，从那里换乘卡车一路南下，经过这个口岸前往柬埔寨的首都金边。反过来，柬埔寨的农产品也是从这条路线卖到中国去的。这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离最近的城镇都要大半个小时的，所以从这里过境的也就只有背包客了，大家都是拼车过来的。老挝的车会在这里把我们放下，通关之后再换上柬埔寨的车。这里是没有任何公共交通的，车票都必须要提前买好。我从这里通关是为了拍我的湄公河主题的影片，这两国交界的湄公河段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景，太值得拍了。在老挝海关，正常的手续是要交回这半张出入境登记卡的出境联才给你办理的。但是排在我前面的2个法国人就把这个卡给弄丢了，海关就让他们站到一边，先给别人办理。轮到我的时候，却跟我说，老挝这边说让我先去柬埔寨，先问清楚他们让不让我入境，然后再回头在老挝这里再盖这个离境的章。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柬埔寨会不会让中国人进，只有中国人是这样，外国人没有这个问题。这位团友的手续齐全，所以很快就离境老挝，开始步行去柬埔寨的海关了。走这条路还挺远的，从那边走过来，走了快10分钟。现在这里没有任何的路牌，都不知道往哪里走。反正只见到有车，但是没有路牌，什么牌子都没有。他这个路太烂了，箱子又拖不了，只能是拎着走。Visa service。太难了，终于搞定了。现在让我回去老挝的边境，把这个护照给老挝的边境盖章，然后再回来这里。刚才在那个大厅里面被2个人轮流，先是一个问你要去几天，然后有没有订酒店，有没有订机票，之后要去哪里，全部都看了一遍，然后还要把我所有的现金拿出来，像扇子一样打开，放在手上，给他拍照，发给他的上司，证明说我带有现金来。过一会儿又有另外一个穿着警服的又要进去他的办公室，他又把我的护照里面那些很多出入境记录的那几页都又发给他的上司。这种破路走起来还挺艰难的，好在我把皮箱直接留在柬埔寨那边，没有把它拖回来。你看这条路，这条马路就是这个边境无人管地带。团友们都已经办好手续离开了，这2个海关大楼就只剩下我一个游客了。我看了一下，这里的工作人员加起来好像都没有超过10个，可能也就是上午来这么一波背包客吧，之后就不会再有动静了。他们就三两的坐在外面刷手机。在这么个边缘地带，1年之内也就这几个月是旱季，是会有游客经过的。平时的话，每天就是对着黄土给货车办手续，在这里工作也是够无聊的。现在是大中午的11点半，就这样在这2个国家之间穿梭，这个经验太有趣了。老挝的海关看我会说几句泰语，态度还挺好的，但是就要我给他交2美元。我问他是什么钱，他用泰语说 "tham ngan na"， 中文的意思就是工作嘛。哦，意思是他在工作，是为我工作。好吧，他倒是挺聪明，没直接说成是小费，估计是怕被偷拍吧。我的天哪，好像掉了一层皮的感觉。刚才在那2个官员已經拍過護照，已經問過什麼住宿、機票什麼，全部都問過了。但是進去蓋那個章的時候，那個人又問了一遍。Yeah, sorry. I have to go to toilet first. So how much you been charged in the La water? $2. $2. But why? French people will pay $4, and I pay $2.
No idea. 刚才那2个丢了出境联的法国人被收了4美元，他们马上就在社交媒体上面分享出去了。柬埔寨海关收了我32美元，官方的规定是只收30的，所以我被这2个国家的海关加收了4美元。就这4美元，就令这里成为了闻名天下、臭名远播的东南亚最腐败的边境，好像有点夸张了吧？虽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难免有抱怨的情绪，但是现在剪辑的时候冷静下来，好像也并没有网络上面讲的那么恐怖。最后和 AI 交流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说老挝的海关让我先去和柬埔寨确认了再回来，是因为他们把我当成了待宰的肥羊，还说这是2条边境线上面的蛀虫，为了确保收割万无一失，而对我进行了一种极其屈辱的服从性测试。这难道不是在为我考虑，怕我卡在中间进出两难吗？这难道不是好心一片吗？这个过关的过程确实是挺周折的，以现代社会的标准来看，也极其的不高效。但是在这一个连吃饱饭都需要拼命挣扎的地方，他们又能提供多高水平的服务呢？这只是他们糊口的一份工作吧。但是 AI 知道我是视频主，它的宗旨是为了让我的影片火爆，赚取流量，于是它就开始疯狂地教我怎么样带节奏。他教我开篇的时候要制造恐慌，说这里在上演着明码标价的掠夺，结尾还要把高度拉满，质问说体制早已烂到骨子里面的索贿系统。他甚至怂恿我要把自己被当成皮球踢来踢去的委屈当成最具杀伤力的核武器，去死死刺痛观众的神经。好夸张啊他！如果我真的把那些话听进去了，我一定会刻意的放大自己的悲惨和海关的丑恶。虽然当时我也的确有抱怨，但是如果我把这种情绪夸大了，并且传播出去，它就最终会变成别人眼中所谓的真相哦。这个关口多收了我4美元，就被全网形容为最可怕、最腐败的地狱。当然我不是在支持这种行为，我只是站在信息传播的角度去反思，当我们准备说出一些话之前，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它的影响？这个和言论自由也是没有关系的。你在荒山野岭随地拉撒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在都市人潮里面大喊说着火了，那就应该考虑一下所引发的踩踏后果。